大陆是绝对没有玄幻故事一样，我们可以把它携带到户外，对，露营，与麒麟级别的拿那个酒精擦擦擦擦擦擦擦。他能活到现在不容易。你现在经历的这一切和妈妈经历的那一切不一样。I could be red, or I could be yellow, be blue, or I could be purple,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 又要来了，还有爸爸和妈妈。耶、Hello， 又见面了，我是优妈。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影片呢，主角是悠悠，因为悠悠最近生病了。最近好像真的蛮多小孩生病的，就要格外的小朋友要注意气候的变化。悠悠最近呢发烧4天了已经，在这期间我们家人特别的担心他。为什么我一说到这儿想笑？大家看内容就知道为什么想笑，特别有意思。悠悠生病，我们应该不是这样子。我家人就很担心悠悠，然后看各种出他们的个人的经验，我觉得蛮有趣的分享，然后也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童年的有趣的过去。大家了解一下，他能活到现在不容易。小儿推拿，推一次100多，推一次100多，然后回家泡脚就退烧了。如果是病毒来的话，就吃抗病毒的；有炎症的话，就吃消炎的。验一份血，看看到底是病毒啊，还是有炎症。还要验血啊？嗯，嗓子疼，嗓子有痰，失声了。谢谢，不客气，宝宝，吃吧，快点。我家里没药，不像咱们那时候小时候家里自己就去药店给孩子这七七八八备一些药，有病了夸夸哭吃。没有，先去医院看完之后，医生看你们家孩子啥状况，现场治疗啊，再开点药啥的。一次去趟医院大概就是人民币30多块钱，现场物理治疗加上开药都已经全包含了，就30多块钱。所以搁这边300块钱打不住。一生病还行，一生病啊，得个啥癌呀，我感觉治都治不进。对，不生病还是可以的。这么便宜，医生态度咋样？请你帮忙，给你添麻烦了。没有，我们这边你得看点评。我为啥今天下午要4点钟再去？我看那家点评好，我们是5分满分吧。如果说是这个门诊3点多分呢，你就要看一看为啥打3点多分顾客。一般就2种情况，我在你这看我状况不是很好，另外一个评分低的准则就是你这态度不好，写不好评论，它整体的分数就被拉下来，竞争力很激烈，我觉得。反正一去就啷了个脸，也没有个笑容。当医师压力我觉得蛮大，挺不容易的他们。每次去看耳鼻喉科，我们看完都会有糖果给我们吃，看完之后医生还会给贴纸给糖果奖励。你在大陆是绝对没有贴纸可以给你。妈妈，风扇怎么不转啦？我之前有给他设定时间啦。舒服吧？比空调舒服吧？给大家推荐近2个月我们家用的爆好的一款小电器，就是亚麻达，堪称风扇界的变形金刚。来给你们看看啊，开开眼，它可以旋转180度，哇，这么小哦，然后最高可以达到90厘米。它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按钮啊，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哇！它倒了之后，这个也可以往后挪吧？哇！这是啥？扫地机器人吗？是不是很厉害？超震惊！我跟你们讲，我拿到的时候汗毛都立起来。哇靠，这什么科技啊！你完全不会想到它的插头会在底部，对，而且线还可以插得这么的直。是，所以它真的很细节化。拔掉之后，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现在这个线已经被我们放到旁边去啊。然后呢，我们再打开这个雅马达的风扇。
然旋转了，它没有插座，它竟然也旋转了。我们可以把它携带到户外对，露营。你还可以把它带到酒店去慢慢享用对哦。，酒店也可以。如果你真的很不习惯，家里有一些宝宝或老人家不喜欢吹空调的话，这个真是可以带出去旅行的。关机的状态下，它充电只需要4.5个小时就可以连续使用7个小时。加，我变吵了，但是它的声音很小。你知道妈妈最怕噪音。是的，我们刚回来的时候，悠悠说：“哎，风扇怎么不转了？”是因为我之前给他有设定预约定时，他定时到了，他就可以自动关机，这样我也是比较放心的。好，它这个按钮呢是仿照那个自然风模式啊。我摸起来，它吹起来很像微风哎。平常你在房间玩游戏啊、睡觉的时候，妈妈就喜欢把那个自然风量打开。再好用也不过是个风扇啊，直到我看到他们有这个银离子扇叶，它可以有效抑菌99%，抑菌菌种达650种以上。 600呢？对那已经是风扇的一种3万倍了吧？已经是的第1名了吧？是的，哦，我们家哈，我们家小孩呢，他是一个对于风很敏感，所以他这个风扇真的是我觉得超适合你，你俩天生一对。因为风都是干净的。你把之前我们家那个另外的房间的风扇拿过来呗。刚才也跟大家展示过了，可是这个风扇它就只能这样，对它收纳就只能这样，对，放在哪里都不是很适合。这个风扇也是可以拆洗的哦，它下面是有螺丝的，把它拧开，这个外面那个外围也可以拆，然后里面的那个扇叶也是可以取出来直接冲洗的哎。我这个袋子质量还蛮好的，因为我是第一次转拿，用完没有出去使用。而且它的重量真的连6岁小朋友都可以拎得动哎，人家出去还以为你拿的是个小乐器呢，谁能想象你拿的是个风扇呢？亲测2个月，雅马达的这个无线伸缩折叠 DC 风扇，而且它还是银离子的抑菌扇叶，网路价呢是3290，我们这次得到了团购价，悠悠家族的团购是2580。详见的那个购买的链接啊，在我们本影片的那个置顶留言还有简介当中都可以找到。真的很不错哟！哦哟，哦哟，有本事哟！哦哟。我经常带他去医院，来到台湾这边，他们会觉得哇，这孩子真的是体弱多病啊，然后或者说哇，怎么这么娇贵啊？我也是这次和这位家人通话，他才知道，他以为我在台湾每次带小孩，不管是看什么医生，都要花个300-500一次，300-500就是1500台币到2500台币之间。我哪能这么奢靡啊？我怎么可能啊？就是我们平常人1个月工资才多少？这小孩夸看牙300-500。感冒300-500，这300-500，那500-300-500。这次对话也算是和我的家人就是解释了一下啊，不要让他误会。还是挺小的啊！妈呀，美国蛋也太小了，一手就可以掌握呀！哎呀妈！你要幻想当中美国人那都是男的不得都长1.9米2米啊，那女的起码都是我这个个儿。我176去到美国，是不是都是小鸟依人般的？结果那美国鸡蛋这么小。上一次发鸡蛋的影片，还有人在下面留言呢，啊，你不准备再试试其他的鸡蛋吗？真有趣。还蛮舒服的鸡蛋的味道，没有那么腥。辣椒料，这样吃可好吃了。贼香，干！
米其林级别的早餐。我昨天带悠悠去看诊，悠悠昨天嗓子特别不舒服嘛，然后就一直说妈妈，我想吃西瓜，我想吃就是冰淇淋之类的。我小时候要有这些症状，我妈指定不能让我吃。那太凉了吗？怕更难受。你看我妈说太凉了更难受嘛。我就是不生病，女孩其实也是不能吃冰的。对。就不允许嘛。你轻则是那个宫寒，严重则不孕不育。然后我妈在那儿，你别说对了，你对的太频繁了，好吗？优爸全当是听场东北二人转，看把他乐的。我反思嘛，我可能真的是了解太少了，也不能都信传承。昨天我带悠悠去看诊，我就问医生，我说那个我们家孩子说今天有点想吃那个冰淇淋，我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吃，我就很小心翼翼的问，他说那个如果孩子实在这个不舒服，且他没有咳嗽，如果咳嗽的话就不建议。他现在有咳嗽吗？就问我，我说没有咳嗽，就是嗓子不舒服发炎。他说那可以让他吃一点点。说但不要大量的去吃，你要是吃一桶那不建议啊。对，所以后来吃没吃？吃了。我那以前生病嗓子发炎都已经肿成那样了，我妈喝热水，喝姜水，你说感觉里面都有刀子了。它不是刀子吧？它感觉里面熟了。你知道超过70岁的皇帝啊？康熙吗？从古到今有几个吗？几个？7个。可是从古到今一共有多少位皇帝？至少200个。还多吗？当然了。电视剧里面没演那么多呀。那是你知道的。所有最高明的医生，什么冷的热的，是吧？不冷不热的，不温不寒，不冷不寒的，全部都给他照顾好了。只有7个超过70岁。我刚有悠悠的时候，我完全就是震惊到我第一次用退热器这种东西，我在想说，妈呀，这是反道而其行吧？反其道而行。反其道而行吧。我语文有那么差，我高考语文很高的分数打的。鼓掌。但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发烧会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我妈给我喝姜水，捂被窝，咵3层被子一盖，捂汗，把汗捂出来就好了。捂出来汗了，它也没降温。下一个步骤就是进阶版的，我姥姥上场，我姥姥会拿那个白酒点燃，它就那个冒那个蓝火，搓脚心儿给我，那手歘一下就伸，啪一下出来，开始给我搓脚心儿，就跟演杂技似的，可吓人了，是吧妈？我姥可厉害了，然后给我翻身搓后背，拿那个酒精擦搓后背，还不行就进阶到第3个了，那39度多一直烧，那我妈就会给我拉去医院打屁股针儿，那是最后的终极治疗。我自己能用的传承秘籍已经用完了，再就不能了，我妈就给我撩到医院打个屁股针，擦。那还不敢多打，有的时候怕打到神经了，变成小儿麻痹什么的。可能那个时候有过这样的案例吗？太多了。至于为什么家人没有选择给我喂药？我国7岁以下的儿童由于不恰当的使用抗生素，导致耳聋的目前有30多万，并且每年以2到3万的速度在增长。年龄越小，他使用越要谨慎。6岁以下儿童一定要谨慎使用。家人也有一些担忧的。悠悠发烧竟然降温用冰凉贴，就我那小时候哪能想到用冰凉的东西敷你脑门上，那不是烧得更厉害吗？就想着，那本来孩子就烧了，你再给他着凉的，人一发烧不是冷吗？你再给他搁上冰，他不更冷了吗？那不更冷吗？有道理。儿童降温，他就不是，问题是你现在经历的这一切和妈妈经历的那一切不一样。它不是简单的不一样，它是反差
差极大。你和阿婆之前都不知道，你教我也可以用冰淇淋。那时候哪有这样的？我现在听我姥姥和我妈讲他们的故事，我就感觉可好笑了，就真的感觉跟那个玄幻故事一样。没有想到有一天悠悠懂事了，悠悠在听我和我妈的故事，她也觉得太不可思议。不知道等悠悠再生小孩啊，有下一代的时候，不可能。和我妈妈视讯呢，也聊了一些我童年生病的回忆录吧，我真的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也是因为自己有了小孩，我和悠悠相隔了26年，26年之后的小朋友，就是在看病啊、治疗，竟然和我小时候反差这么大，那就是真的就是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悠悠这次生病真的是我觉得还蛮严重的一次哦。所以我姥姥就很着急，就给我发视讯：薇薇呀，咋的了？咋生病那么长时间呢？烧没退呢？姥姥跟你说啊，姥姥跟你说，秘方就来了。我要笑哭了，因为真的是太真实。姥姥跟你说，你就拿那个白酒啊，放碗里啊，点上火，一撩，给那个悠悠搓搓脚心啊，搓就退烧了。我姥真是搓了一辈子，搓完我妈搓我，搓完我还要搓悠悠，得亏悠悠没在她身边，不然我姥早就上手了。没有说嘲笑什么意思，就是感慨童年，蛮好笑的。但是我也没跟姥姥讲道理，因为没有必要，就是老人对孩子的爱就是很实际，对呀，也没有必要去教育他，就说好姥知道了。毕竟我和优爸我们俩的童年包括大环境成长背景太不一样了，所以两个人蛮多有的聊。对，就因为有差异，我们两个平常才聊聊，突然之间就着悠悠生病的事聊聊从前，总是很有笑料。爸爸陪你啊，你在家，爸爸陪你。本集分享到此结束，希望大家秉着开心的，然后分享生活的这种态度去看啊，可别扭曲我的分享。请期待我们下期影片吧，拜拜。在悠悠来了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点击加入，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可以选择悠游粉、优爱粉或是优福粉。选择好之后呢，点击蓝色加入键，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填写信用卡的安全码，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点击右下角结账，完成。这时候出现页面，欢迎你加入悠悠来了频道会员，直播室等你哦。我是优妈，我是悠悠。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记得下方留言啊。对。